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银与血最新的角色耶芙娜。耶芙娜的初步资料在陆服已经公开了，她是个满月中型装备，隶属于王国阵营的巫术师。和之前猜测的一样，耶芙娜是属于召唤流的。耶芙娜的战绩会在战斗开始时，在自身前方一定距离召唤一个战勇，并对战勇生成圆形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伤害。战勇就是耶芙娜的召唤物，最多只会存在一个。和其他召唤物不同的是，战勇是不可移动的，并且也不可被优先选为主目标。战勇会持续对自身圆形范围内的敌方单位施加基本攻击，当基本攻击达到一定的次数后，就会释放战技，对自身圆形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伤害与眩晕。耶芙娜的战技是计算战勇的普攻次数，而不是他自己的，这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。猜测应该会是标准的4次攻击，12秒左右就可以释放1次眩晕。而战勇的圆形攻击范围，我猜应该也会和阿尔伯特初始白银水雾的范围差不多。耶芙娜是个很有趣的眷属，光是这个战绩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聊。一般来说，召唤物都会续成召唤者一定的攻击力、防御力和生命力，然后都会有可持续的时间。不过在这次的初步技能中，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些。原本我以为战勇就是个会一直存在，并且不会消失的召唤物，毕竟战勇不是生命体，这样猜也很合理。但最后却发现官方发布的奥义视频中，战勇还是有血量条的。这代表战勇还是会续成来自耶芙娜的数值，并且是有可能会被击退的。技能说明中有一个部分我是比较在意的，那就是不可优先被选中，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？若按字面上的描述来理解，应该是若敌方攻击范围内还有其他的攻击目标，那么战勇就无法被选中成为主目标，必须等待攻击范围内没有其他的攻击目标后，才能选择去攻击战勇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战勇就会有很强的生存能力，可以一直在固定的地方定点攻击，定时释放眩晕来骚扰，而你却完全奈何不了他。这是有很大的战术价值的。当然，耶芙娜的战勇也不会是无敌的，虽然他无法被优先选中，但相信应该还是会被范围攻击给打到，又或者会因为召唤时间结束而消失。总之，耶芙娜战勇可以持续待在战场的时间，也会决定它的强度。毕竟只出来一下就消失，和能一直存在释放攻击和控制，真的完全是两个强度。如果耶芙娜的战勇可以强到始祖苍廪开奥义也打不到他，那我真的会笑死，那就太无敌了。不过，即使战勇会被始祖苍廪的奥义给打掉，我也觉得不亏，至少他已经很好的完成了当炮灰的任务。耶芙娜将会是个很注重开局站位的眷属。巫术师多是忠诚，假设不可优先被选中的特性就如上面所说的一样，那么只要将耶芙娜放到中排，再让战勇对准敌方前排释放，战勇就可以定时释放眩晕去骚扰敌方的前排了，这样也可以减少我方前排的生存压力。而且只要敌方的攻击范围内有我方队员存在，就不必担心敌方被眩晕后会改去攻击战勇。耶芙娜的战勇和以往我们拿召唤物去扛的用法是完全相反的。现在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护它的存在，这样它才能持续的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有了这一层的控制，相信耶芙娜也会是个在主线也能使用的眷属。至于 PVP 方面，我觉得耶芙娜可能也会有很好的表现，毕竟这次你是可以自己来决定战勇要下在哪个位置的。假设把耶芙娜放到前排去，可能就可以去骚扰一下放在中排的始祖苍廪了。虽然官方没有写明耶芙娜是什么类型的输出，但肯定不会是穿透伤害，所以耶芙娜顶多只能去骚扰，而无法去克制始祖苍廪。官方最近对待始祖苍廪都保持着相同的态度，就是只带来麻烦，却不会真正的把它克死。这也是好事，至少可以让 PVP 有更多的变化，而不会一成不变。
耶弗纳的奥义在视频中已经可以看到是4费，奥义可以将战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，然后对圆形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伤害和眩晕，并使战勇获得1层冰封锐劲，来提升战勇的战斗力。如果场上没有战勇，则会在指定位置重新再召唤出一个战勇来。战勇每持有1层冰封锐劲，战勇的基本攻击和战绩范围都会提升。最多可以叠加2层，效果不可驱散。既然有不可驱散的字眼存在，相信战勇的攻击范围应该不会像阿尔伯特的那么坑，还会缩回去了吧？猜测战勇的2级攻击范围应该也会和阿尔伯特的2级范围差不多。耶弗纳的特性是我方每次有召唤物生成时，耶弗纳都会获得1层一局千变，最高可以叠加10层。耶弗纳每获得1层一局千变，同时也会向归乡的诺亚施加1层共谋。耶弗纳释放奥义时，会根据一局千变的层数来提升战勇的输出，使战勇获得全伤害提升与攻击速度提升。这两个增益有没有让你想起谁呢？没错啦，就是限定贝拉的增伤了。要知道，耶弗纳的全伤害提升和攻速提升是可以叠加10层的。即使数值给的只是小小的1层提升 5%，10层加起来也有 50% 了。这个数值已经小小的超过了限定贝拉提供的全伤害提升 45% 和攻速提升 50%。目前英文版已经有大佬拆包流出了技能的数值，我们可以大概的参考一下，不一定全对。因为在拆包资料中显示的耶弗纳是轻型装备，但官方公布的却是中型装备，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。拆包流出的数据是全伤害提升是 10%， 攻速提升 5%， 那么加起来就是整整 100% 的全伤害提升和 50% 的攻速提升了，相当惊人。不过战勇的输出是根据普攻和战绩伤害，这个基数原本就不高，所以即使获得了那么高的增伤，相信伤害也不会太夸张，大概就是一般人战绩的2倍输出能力吧。根据拆包流出的数据，给归乡诺亚添加的共谋只能叠加5层，也就是 50% 的全伤害提升和 25% 的攻速提升。这个数值也比较合理，给10层是会出大事的。猜测归乡诺亚加耶弗纳的组合，输出仍旧不会超过始祖苍廪加限定贝拉的组合，但却会超过没有限定贝拉的始祖苍廪。相信这就是官方给错过限定贝拉玩家的另一条出路。在打伤害副本上，诺亚加耶弗纳的组合也不一定就会输给苍廪贝拉组。要知道耶弗纳也是可以输出的，这点就胜过限定贝拉了。他只要把战勇往那一摆，就可以整场都在白嫖伤害了。耶弗纳是达尔卡罗加限定贝拉的混合版，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达尔卡罗的变种。它们的射程和输出范围都类似，而且都有控制效果，差别只在达尔卡罗的奥义放完就没有了，而耶弗纳的战勇则会一直留在场上，继续发挥作用。最后就是达尔卡罗的增伤，全队都可以受益，但耶弗纳的增伤就只有归乡诺亚可以享受了。不得不说，阿加雷斯真的是这个版本最大的输家，不仅持续伤害队的归乡哈提不需要他了，就连妹斯也跟诺亚跑了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把诺亚放出来啊。是的，耶弗纳其实就是妹斯，银与血太喜欢玩多重人设了。最后来说说抽取建议，以下的总结纯属猜测，毕竟还没有实测过，大家就当做是个消遣来看看。耶弗纳的输出应该不会比发谋高，但会在达尔卡罗之上。在主线和 PVP 应该都会有出场的机会，只要开场放对了位置，他甚至可以不必着急着开奥义，非常好用。氏族围猎也可以和归乡诺亚绑定组成一队，让配对又少了一个烦恼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是满月而不是残月，所以还是要找一个残月来塞进队伍里。耶弗纳可以像限定贝拉绑定始祖苍廪一样，去专门绑定归乡诺亚上场，但也可以像贝拉一样，不绑召唤队，哪里有需要控制就可以上。耶弗纳要的是他为诺亚的增伤和控制效果，输出倒不是重点，
这些不用突破也可以拥有最大效果，所以我认为只拿官方送的一只来用就够用了。如果没意外，我猜下一只就会是始祖了，卷还是留一留的好。下一只始祖是苍廪的宠物，中烟的哈雷。谁说眷属一定要出人呢？出只鸟难道不行吗？反正银与血就是不走寻常路。好了，跟大家开个玩笑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